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，让我们一起科学发展，勇敢恋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波鸿，恪守最初的承诺，维系最终的爱情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唐米娜，愿大家相爱容易，相处不难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。婚姻里啊，有幸福就一定有委屈，什么事儿都是正反两面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相遇美，相爱甜，让相守不再难。欢迎老师们的到来。那么现在有请今天的嘉宾。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杜先生61岁，来自武汉退休；程女士58岁，来自武汉退休。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？很多事情和我的想法不一样。他太自私了，只顾自己享受。他对家庭付出的多，但他不理解我。他是一个好儿子、好弟弟，但不是一个好丈夫。二位都是已经退休了哈，是的，按说现在应该是退休之后生活甜甜蜜蜜，更多时间厮守啊，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舞台上呢？但是我们有很多纠结的事情，所以希望能在这里能够得到疏导。您展开说说。我曾经是国企的，然后呢，我下海了，这个铁饭碗变成了泥饭碗。那么我妻子呢？他一直对这个事耿耿于怀，这么多年嘛，一直在纠结，也在追责吧。那是您下海到退休中间是有多长时间呢？我94年下海的，我在国企工作了10年。哦，所以他的耿耿于怀都有这么长时间。对。他具体都是怎么表现的呢？比方说，一直在埋怨了，就是说我过去不应该离开国有企业。你离开那个企业是为什么？你自己不想一想吗？因为我们都是一起的嘛，工资和奖金我都知道。去私企，他的工资我就不知道了嘛，他就可以有那个经济就是自己掌管的嘛，他就可以贴补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姐，因为当时他的姐姐下岗了嘛，母亲就是有点就说水就是厚的往薄的地方赶一点嘛。其实他如果当时跟我说一下，我还可以理解，背着我给我就是很生气，总把我当成是坏女人似的。所以您介意的不是他打破了这个铁饭碗，而是我也介意，因为我当时选择他，就是因为选择铁饭碗，我不求什么，我只求一生平安，就是有饭吃就够了，我不想大富大贵的。他没有征求你意见吗？征求我意见，我不同意，他就自己离职了。那他辞职之后去了私企，从此赚的钱不再告诉您了，也不拿回家了。他拿回家我根本都不看，我根本都瞧不起他那私企的钱。哈，刚刚您讲的是原来在铁饭碗那儿每个月发多少，我知道。他辞职是为了有更多的钱照顾他的父母和姐姐，但现在您又说他到了私企了以后，给您的钱您都不要，因为我不喜欢他下海呀。国企的那个钱呐，我觉得那是靠得住的啊。你到那个私企那里去，那个钱不一定这个月有，下个月没有怎么办？那为啥不拿住他这个月有的呢？我不稀罕他那点钱。当时吧，我父母是跟我们住一块儿的，还有我姐。他说的我就是为了他们才辞职的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。86年的时候，我去自学高考，参加那个成人考试，拿文凭，我就是想飞得更高一点。我在国企那份工作呢，一天可能要工作10到12个小时，昼夜不停，3班倒。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状态，我就到了一个高科技企业去飞实现我的梦想。那么我妻子呢，一直就是觉得那个不合适，会下岗，会失业，不稳定，不如国企。那么我拿回来的钱呢，比过去要多5到10倍。哇！他看都不看。有一段时间我们争吵最多的时候呢，我就给的非常少了。所以他讲的并不是事实，你每个月是把钱拿回家了，也并没有说都贴给了自己的父母和姐姐。我贴给我父母是这样的，因为我是驻外，就是驻外省，比方东三省啊、江浙沪啊这种派出去工作。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因为我母亲是全职在照顾我们这一家，就是有7口人，我姐、孩子啊，我父母，在我们一家3口，一共有7个人。
我回来以后呢，我觉得改善一下生活，我也挣到钱了，然后大家开开心心吃点喝点，然后给我父母给点钱，因为我回来我也得交伙食费呀，我回来住一段时间，还有电话呀，我回来我们家过去有个座机电话，他们都舍不得打，就是那个主要交座机费就行了。那我回来有时候在家办公，我得用那个电话，那一打都是长途，那么产生一些费用，所以我给我妈也给一点钱吧，她就认为不合适，她就问我偷摸给我妈钱了。他应该跟我说呀，他什么都不跟我说，背着我给，什么都隐瞒我。那我如果告诉他说，哎呀，打你妈妈一个电话还要付钱，这不像一家人。吃你妈妈一口饭你还得付钱，这是你自己的想法。我这儿听明白了，就是当初您从国企去私企求职的时候，您和您妻子跟您的妈妈跟您的姐姐是住一块儿的，对吗？对。您只提了姐姐，没提姐夫。姐夫不来，也就是说，您的姐姐带着她的孩子，跟您夫妻俩还有您的母亲在一起住。对，大家明白了，为什么我老公的钱得给妈？我老公有姐夫的，他连来都不来。我老公挣的钱多了，就得贴姐姐，就得贴妈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家庭结构问题。关键问题，老妈还在照顾他一家3口，付点工资也应该啊，另外孝顺也应该啊。这个事儿也是我很好奇的，咱这位姐姐，当时您的丈夫在外地工作，您是跟他的父母家人在一起住。如果您觉得不好，您为什么自己不搬出来，不带着自己的小家庭一起住呢？我是要搬的，但是呢，他觉得我一个人带着小孩，怕对小孩不好，他就有他妈可以照顾我们，所以我的气都一直憋在心里。他妈妈是对女儿好的，不会对我把我当女儿的。经过比较之后，心里更难受了。是的，就是因为这个样，我很难受。但是和母亲一起住，这是他在国企上班的时候也这样的。有这样，是这样的。所以，跟妈妈一起住不应该成为你们的矛盾，因为在国企也一起住，私企也一起住。国企的时候，他不给妈妈钱吗？我给。就说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商量给，但是他就后来就是因为姐姐就是单位下岗了嘛，就聚在家里嘛，他就把工作辞了。是这样，我解释一下，我姐住我家呢，是因为孩子想，那个学校小学比较好。我妻子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就不应该住在这里了，在这里蹭了这个地方啊，影响咱们孩子。咱们的房子2室1厅7口人，共一个卫生间不方便。我们把这一件事儿先放在这儿，再听听还有啥矛盾。他很自私啊，什么都穿最好的，他的衣服是今年买的，明年就不会再穿了，用最好的，看病就要看最好的医院。他还怪我什么都节省，这不好那不好的。说我自己有钱不用，因为我就把那个钱呢都存了，就说因为有小孩嘛，我的确是很节俭，我说实话的。因为是这样的，因为我的岗位是经营管理岗位，如果我们穿得很差，我们客户不信任我们，所以说我会每年会买一些衣服更新，他特别看不惯这一点。你去年买的衣服，你今年可以继续穿呐。为什么要每年买呢？我已经听出来了，二位呢在消费观念上有很大的区别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咱存了这么多年钱，应该现在很富有了吧？是的，房子、车子我们家都有了。那很好啊，如果不是老婆省，从哪来的这么多房子、车子呢？那还有老公不赚的话，也来不了房子、车子。也有道理。我也可以啊，我国企的工资也可以啊。所以您买房子、买车子都是用自己挣的钱，没有找丈夫要1分吗？以他的钱给我了，后来还是拿了。没志气。再问您一下，您的这个买房买车的钱，老公出资多少？我一般是把工资的80%给他，20%我自己花，他就认为这个20%也要受他控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钱20%他都用到自己身上去了。他这我们30几年，他没跟我用过1分钱，没买1朵花，没有买1衬纱。注意啊，我听出一个矛盾了，你给自己天天买好衣服，对吧？对。你对自己吃穿那么在意，你给我都没买过1件衣服。在有些妻子那里是，你80%的工资给我应该的，然后你还得用那20%给我买衣服，那叫你给我买的。
哎，这才对，是不是？程女士，是的，是的，明白了吧？就是这是个意思。好多妻子是这因为种期待。他的80%是用来家庭，对，是用来家庭，而且这个价钱我根本都没用，我是存着在，我没用我身上1分钱，包括我自己的钱我都没用。哎，姐姐哈，那您有用自己的钱给老公买过礼物吗？没有。为啥呢？因为他自己会买，他本来的自私，享受生活。回答的好，回答的好，他自己会买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问题又拽给您了，您自己不会买花吗？我舍不得啊，我觉得有衣服穿就可以了。您这么多年真的没有给他买过花啊，买过衣服吗？你直接要衣服我买过，我在大年的时候给他买了一套那个很好的皮衣服。哇他后来穿的又小了，因为发胖了嘛。你看买了也穿吧，就是这个你得给我买去。对，得买。哎，买过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我工作太忙了，确实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给他那个逛街呀。如果单独给他买，我就不太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款式。必须要一起去。但有时候一起去，他三班倒嘛。三班倒的话呢，我们就没什么时间上街。没时间是找借口。好，那你有认可和表扬过妻子吗？比如她存钱买了房子、车子，你有表扬过她吗？这块我是放在心里面的，但是呢，我更多的是认为他是过于的节俭。我们出去，他不让坐地铁，他一定要坐公交。他说公交咱俩出去就能省个1来1回能省5、6块呢。我们家厨房啊，堵那个下水道堵着呢，他就不去修这个下水道，他就修这个要挺多钱的。不是我不修，我是想着小孩马上要成家了。我已经修过了，修过又抖。我就是说，就是水，我就干那废水利用吧，就是冲到马桶洗菜的水的，到马桶里。他就说我，他每次都说那个做一顿饭下来累得不得了。我说你这个来回跑都有500米。勤俭节约，他还烦我。过多的节俭太累了，活得太累了。比方说，我喜欢旅游，我的目标呢是走遍中国。我现在实现了80%了吧？我还有几个地方没去，新疆啊。青海啊，内蒙大部分地方都还没去，我还有一个愿望，根本都不敢说啊。说，我还想环游世界。就是自私嘛，就是自私嘛。我说至少也得去20%或者10%的国家。但问题是你带不带他去？我不会跟他去的。国内他都不去，我都不会跟他去的。他说要花钱，他不去。他说要去你自己去吧。他本来就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嘛，我肯定跟他过不好的。你们2个在生活里头，究竟谁批评谁更多？我批评他更多。我说你总是那个存钱嘛，就是好像一个数字，你把幸福、把所有的浪漫都存到银行里去了。咱们这个过日子应该就说，现实一点。咱们趁在自己还能走得动的时候，咱们在大好河山去看一看，玩一玩，认知提高一点。我们看5000年的文化。我们看河姆渡文化、看了之后，仰韶文化、红山文化，你知道吗？你那个以后要我们仰望星空，到名人家去拜访，跟古人对话，咱们心里得到了精神上的这个愉悦。我不是说这就不是属于什么贪图享受。怎么不是贪图享受的？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。你在家里不是什么都不用那个吗？在家看电视就行了，看那个旅游节目就行了，对吧？不要在家里。我说在家里，我说你这一点我非常支持你。丈夫在量力而行、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退休了，带着老伴一起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，看看红山文化、良渚文化，没有错。我没有那个心情呐。不是，刚才这番对话真的是，丈夫在跟妻子说的是红山文化、仰韶文化、河姆渡文化的同时，妻子跟丈夫说的是那些钱存在银行里为什么不能生利息？我的天哪！刚才这个对话是同时发生的。对，我觉得把这些东西，这些我们美好的东西都存到银行了，它只是一个数据。那么我妻子她非常欣赏这个数据的增大。不，您别这样啊！我丝毫没有否定您妻子的意思，这就是2个人站在各自迥然不同的价值观上在进行对话，就是谁都不愿意听对方。我想再问您一下，当您没有带自个儿的老婆去环游中国的时候，您都是跟谁去环游的？我主要是自己，因为有时候是要出差的，这个机会会比较多。那么呢，我就去看一下。比方说，我这次来天津，我昨天就带她去了那个晋源，去了张学良那个旧居，还有那个张爱玲，她看的也挺高兴嘛。我说你看婉容就住这个房子，住2楼文秀住1楼，为什么住1楼呢？
文秀地位低嘛，婉容卫秀，你就要知道这些东西，知道吧？他为什么高兴？因为这一次是节目组出钱的，免费。那假如他用那20%邀请您跟他一起环游中国，看看世界，您会去吗？我还是要考虑一下，因为我放不下我的小孩。您的小孩现在多少岁了？30多岁了，我34岁了。34岁的小孩儿，那应该是也没有媳妇儿管他喽？没有，就是没有成家嘛，还。那您的孩子跟您还是跟他的父亲更有共同语言？跟我更有语言，可能我们2个人可能在一个频道上沟通一下。那为什么没有跟自己的儿子商量？比如你们的妈妈节俭这么一辈子了，我们一起策划一个活动，一家3口一起去。您老婆好像什么都听儿子的。这个可能不太可能，因为他自己就不太喜欢去旅游这些东西，也是一个宅男吧。儿子也不懂。也比较窄。明白了。那今天是谁要求来到我们这儿的？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事情积压了很多年了，我关注这个节目也挺多了，希望听各位老师给我们一点这个指导。您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呢？比如说，我想环游世界，希望老婆支持。对，这太对了，你说了我心里去了。那大姐今天来电视台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就觉得他也不能太自私了，对我的爱太少了，只想了自己。不是，咱们别反着说。你看啊，我跟一个人说话，我2个选择。第一个，我指责他，我指责了半天，他也不知道该干嘛。第二个，我要求他，你需要做什么，你需要做什么，我一项一项说出来。这是2种对话方式。您能不能跟自己的丈夫直接要求他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就是说，要他跟我一样勤俭持家，不要到处玩，就留下来陪我，跟我坐公交车，不要花钱，少花钱嘛。阿姨，我就跟您说啊，就是我作为年轻人，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，就是如果您这个样子不做出任何改变的话，你儿子找不着女朋友的，因为没有女孩愿意到你们家去啊。那如果我找一个男朋友，他妈妈是这样的，我真的好害怕去你们家。我好怕在你们家多用了你们几度的电，我多洒了几杯的水，这个真的很恐怖啊！我觉得您稍微有一点点的霸道，就是这个大叔他也是赚了钱为这个家庭做了贡献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最想完成的梦想，他已经卑微到他有梦想不敢说了，他只是想出去走走，想出去走走是个非常合理的诉求。您不想出去走，不代表别人不想出去走。您应该尊重你们家的每一个人，而且尤其是您的丈夫。如果您的丈夫没有一个体面的老年生活，你的儿子绝对不敢结婚。他的爸爸就是他最好的映照。所以您现在开始让他觉得说，就觉得你突然有一些改变，然后他的爸爸也可以去做自己了，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去过养老生活了。人家就是想买2件衣服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他有他的社交人群，他的全世界不是只能回家面对您一个人。另外，这一位妻子，你自己感到很委屈，你这一辈子勤俭，这没错。勤俭为了什么？也是为了这一个小家能够更加的幸福。但是你错在勤俭抠节俭，存起来的钱考虑的不是夫妻2个人的生活，一切为了儿子，一切就是为了孩子所谓的幸福。做父母的，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也要享受品质和美好啊。尤其是退休了以后，自己钱自己不花，给谁花呢？另外，你有一点一定要记住了，退休以后生活它会变得更加的乏味，更加的枯燥。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共同语言，没有共同爱好，没有共同向往，没有共同追求，你们2个人会渐行渐远的，甚至会离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所以丈夫的这个诉求没错，量力而行的前提下和你一起去。我认为以前哪怕你委屈，你也有点耿耿于怀，2个人去旅行了，一切都化解了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我立场坚定地支持丈夫。他对自己的退休生活的规划没有错，但前提是必须带着妻子一起去，否则宁愿离婚。我问一下咱们这个杜大哥，程大姐最想去哪儿玩？
实际上，哎，我他好像没猜就是这样，有。我猜就是这样。大家都在说程大姐，我得跟您聊件事儿。你对程大姐相当的怠慢，儿子都30多了，一辈子不知道程大姐想穿什么衣服。儿子30多了，自己都去了，除了新疆哪儿都去了，不知道自己老婆想去哪儿玩儿。他说不去，真不去啊？这个我感觉到，可能他你对妻子的怠慢，可能有道理，但是道理分怎么讲。不管你妻子要不要，不管你妻子嘴上多么的节俭，你这么多年给她买衣服，问了半天就买过一件皮衣。你们结婚多少年了？34年。34年了，你给她买了一件皮衣，我的天哪！我带他买衣服的时候呢，我看中了他不要，他嫌贵。哎，我就非买。我买了之后，我看你要不要。我买了之后放你手里，老婆我爱你。你要是非不要，垃圾桶在那儿，你觉得他会扔垃圾桶吗？这次到天津来吧，就带他去买衣服了。480的那个羊毛衫，我觉得挺合适他穿的也爱不释手，我是拿下了吧。还有一个裙子一配也挺合适。他说这一下1000多，不行，不要。我要是你出去就买，我要是你出去就买，扭头就塞他手里。有本事垃圾桶在那儿，你扔了。行，亲老公买的，好，你喜欢的，你不是觉得贵吗？我买了，你可以先骂我一遍再扔了，你看他扔不扔？好，我接受老师这个意见。这不就是夫妻吗？对。其实说实话，是的，有些东西是我舍不得，但是他如果买了，我肯定会接受的。就是嘛。而且啊，程大姐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信什么别人家丈夫啊对妻子多体贴多体贴，这话你一听就得。要对自己的丈夫带有积极评价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我认识一位著名画家，根本不用每个月自己留20%私房钱，自己一只手随手画幅画就是钱。他年年去西藏青藏线自驾呀。每次自驾玩的可开心了，我看他那朋友圈，我天天看，他没有一次带老婆。不，你这个必须听我解释。我到青藏线不带自己的妻子，因为那里有风险。但是每次出国必定带妻子。所以啊，大姐，咱们别那么苛刻，对自己宽容，对别人宽容。程大姐，我跟您讲件事儿，您存银行里那钱是您的吗？是您的吗？是我的。错了，钱花出去才是自己的。钱如果不流通，就是印刷品。你留给谁呀？你留给儿子呀？我想了以后，就是我们如果病了、老了要钱，请保姆没有人管我们，都要用钱的。我是这足够，您放心，足够。大姐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买房是最大的花费吧？给孩子，什么时候买的呀？买了3年。如果现在买的话，会不会省很多钱？是的。哦，那您辛辛苦苦1分1毛的去省了吗？没省。为什么那会儿要买？为什么不去权衡一下现在的一些形势？因为您的眼界不够，您就盯着自己能拿到的。我一定要在国企，你也在国企，挣多挣少，我不关注，我就关注我踏实我安全。但是您的观点很多是错误的，省的那个钱，可能抵不住您一次错误的判断。但为什么不去请教一下老公？他见识多哟，他到处跑啊，他的意见您不听啊，您只觉得我守住我有的钱就够了，但可是您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，反而浪费了很多钱。去医院，去大的医院，有错吗？啊，你说我要留这钱，未来老了我们病了我们花。可是如果您现在不从一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，非得等病来的时候，您那点钱够吗？所以您的观点未必对，您得听老公的话。老公您也不是全对，您太坚持自己的观点以及理念，您觉得说服不了他，我就自己玩去。可是您俩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，没有交流，您缺失了最宝贵的东西，就是爱，就是情感。所以有时候不要怕有对抗的矛盾，
我们就像刚才小雷儿说的，就去给老婆买一件贵的衣服，虽然他可能心里心疼，但是穿在身上那种感觉慢慢去影响他，这就会变化哟。接下来去旅游，老婆不是不想旅游，对吧？我们没必要去特别贵的地儿，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走出家门，去你去过的地儿，你当一个向导，开启老婆的一个新的世界。现在不晚，正是好时机。刚刚咱姐姐说，等到老了以后请保姆没钱了，怕对吧？但是事实上，以您的这个生活习惯，没人愿意到你家做保姆的，所以这就跟吉尔刚刚说您是一样的。别说了，保姆都不愿意来你们家来伺候您，就别说儿媳妇上门了。但是您这么多年来之所以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就是没苦硬吃到开始有点极端了，是因为你的丈夫。你的丈夫纵容和打造的，可能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他刚刚自己讲的，他说我妈妈也是个勤俭节约的人，而您呢又住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里头，想在一个勤俭持家的大家庭里头拥有话语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我比制定勤俭持家的老太太更勤俭持家，我才能在这个家里说的算。在他自己尝到了勤俭持家的红利，这个红利是精神红利，也还有经济红利。他尝到了这一些甜头之后，他才会让自己变成这样。但他内心里头好多的渴求是不敢说的，他不好意思说。他内心里头，你比如说，今天我要是他，我穿了这么一身漂亮的衣服，今天精致优雅的站在这里，你要问我，我可能会让老公，你看我缺个什么？我缺个镯子，你不是应该给我买条项链或者买个镯子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不是看起来更好看，显得这么素吗？我真给他买了。哟，可以带带。程大姐，您要是觉得不喜欢，您给我，我替您扔。给我也行，我也缺个不要镯子。把手伸出来，我们看美不美？你看多漂亮！哎呦，不是大哥呀，您这个时候这一动作完全堵住了我想批评您的嘴。如果在过去的日子里头哈，您能多做几次，哪怕是2年来一次，你老婆可能早就觉得您爱她。我就这么做。看在手镯的事儿上，我就不说您了，咱再说说老婆。因为这位姐姐，您现在最大的麻烦将会是你的儿子。您的儿子看到了你是怎么对丈夫的，也看到了你是怎么对他的，所以不结婚，我妈给我全世界；结了婚，我的工资全得给老婆，对吧？所以他为什么要结婚呢？您必须得去反思一下这个。然后眼下您给儿子太多的爱和享受，然后剥夺了丈夫和自己生活里头可以拥有的爱和享受，这就使自己的日子过得惨淡无光。赶快跟老公一起出去玩，出去旅行，然后让儿子过自己的生活。实在不行，可以把儿子踢到他自己已经买好的那个房子里，让他自己住，这样他才能呼朋唤友，他才能自己去开始什么做饭啊，承担一些家务劳作啊，然后也才有了单独和女孩约会和独处的可能性。好，好嘞，那您2位先休息一下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张先生51岁，来自河南个体；宋女士49岁，来自河南工程师。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感情问题呢？他爱面子，大男子主义，不尊重我。他认为我什么事情都不和他商量，觉得就是商量不通。我希望他尊重我，能顾及我的感受。他总是说我有问题，来节目组就是看一下我是不是真的有问题。您2位好，那您2位是有矛盾吗？矛盾可多了，因为看着都笑眯眯的，很开心的样子。我们矛盾其实生活当中经常就是发生有摩擦、有矛盾、吵架，就是发展到吵架，甚至有过打架的情况。那咱展开说说。就是这首先呢，就是这个早上做饭的问题啊。我们有个孩子今年上大2了，前几年就是上高中、初中的时候，晚上就是辅导作业嘛。辅导作业基本上都是我辅导的，就是早上做饭嘛，我就希望我老公早上起来做饭。因为我晚上要辅导作业，有时候辅导到12点，有时候1点、1、2点都有过，特别是高中那个时间特别辛苦，我就希望他早上起来做饭。因为他是个个体工商户，这个时间比较自由。我是上班的，每天上班从早上到晚，晚上5、6点下班了。做生意时间不是宽松一点，就是想着说我辅导孩子了，希望他早上起来做个饭。你催了他起来，不催
就在床上揉。为啥早上起不来？抽烟喝酒，跟朋友一起出去喝酒，晚上我跟你说，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喝酒，那个时间喝得晚了，有时候我回去我把门反锁着了，我都不让他回去了。这几年我说年龄大了再喝酒，我说我都不管你了，喝死算了。我有时候我都想着喝死到外面我都不想管。没那么严重。咋没那么严重？咋没那么多严重？你现在12点回去过，1、2点回去过没有？现在有时候回去，第二天早上，第二天早上晚上11点了，12点我睡觉了，床上没见人，早上起来了看在床上睡着，不做饭还晚上熬夜，还有抽烟喝酒。我们闺女都说我爸这生活习惯太差了，他要这样的生活习惯，他老了。生病了，这不都是我的负担，是不是？不会。所以他的身体已经被他糟蹋的不行了吗？去年住了1次院，住了院出来之后，这个肠胃上有问题，医生都说不能再喝酒了，再喝酒刺激这个胃之后，刺激这个肠子之后，你还要动手术，还要住院。结果呢，回来没几天就又喝了，大概有3次吧。去年5一左右又喝了3场酒，喝的又去住院了，又动了个手术。我那个时间我都真的就不想去伺候他。这一阵喝了吗？这一阵还喝啊，就是晚上我都说不管他了，我就说有时候我就心里想，我说喝死算了。有时候回去睡了，我们早上现在我不管他了，晚上回去到啥时候了？早上起来了，卫生间里他住那个房间里都是酒气，卫生间我闻着都是难闻的。哎，问一下丈夫，你一顿喝多少酒啊？也不多，这是半斤以内。白酒半斤啊？啊，白酒是。以前不止半斤，以前喝过6、7两、7、8两。一天一顿。1周喝7天，没有，也不是。1周至少有个3、4次，只要有人喊他吃着饭碗往那一扔就去了。我都说过他好几次了，我说人家没人喊他，他不在家自己喝。哎，不喝在家不喝，就是经常有朋友喊，因为他这个年纪了，因为他这朋友嘛，你做生意，他这经常有朋友喊他，他这个时间比较自由。有些客户啊、朋友啊、同学啊。你说喊着出去，你经常不出去也不带劲。还有就是他有时候不回家了，或者带朋友回家了，我在家里做饭，他不提前跟我说这个饭不够吃咋办？他就是这种习惯，坏习惯。出去不说一声，回来带人回来也不说。你带人回来你不说，回来还得我伺候。对吧？我还得，因为他要陪客人吃喝茶吧。但你为什么如果说他带朋友回来吃饭不说，那你就扭头就走呗？那我觉得我也做不出来呀，咱扭头走了也不给人家面子，是不是？这个我其实这个人还是有这个大局观的，有时间你像是这都是细节，生活细节。那然后这都是对您的挑剔，您对老婆应该是相当满意吧？对老婆是非常满意。我们这是高中的同学，我们是自己谈恋爱的，我们自己谈恋爱结婚了。当时我就觉得他好多习惯我不知道，我都说过好多次，我都过不成了。还有这个大男子主义，爱面子。装修房子，你看，除了墙那个颜色，还有地板是我帮忙看的，然后剩下的都是他做主的。我出去出差了几天回来，电视墙给我做好了。做好了，我当时看到那个电视墙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，我不是心疼钱，我就把这个墙我要给它砸掉了。那有多难看啊？因为跟我想象的差距太大了。对，就是这个墙。哎呀，你看简单不简单？太简单了，就是一个山水。他的审美观点呢，他的这个是跟我不一样的。第一是这个我不满，是因为你没有跟我商量，是不是？你跟我商量没有？你问没问过我要做这个墙？我跟你商量啥？跟你商量，你一看我知道你看不懂。但是你也得跟我说一下吧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一句也没有问，我回来就做好了。这种不在乎妻子感受的事情还有什么？除了电视墙？还有啊，买车呀，我们家里面买车了啊。我们之前是一个面包车，后来就是家庭条件好一点了，想换这个车了。换车的时候，我说呀，就是因为我回娘家嘛，我觉得作为我一个女的，我说买一个小一点的车，她买一个大的车，我就觉得我就是个7、8万我就满足了啊。因为我回娘家老是因为这个我们也生气，因为她不主动，有时候喊她了她也不去，要么去了磨磨蹭蹭的，还说些发些牢骚，去了拿东西了也说我拿东西多了，要跟这个比跟那个比。我就是生一个妈妈还在，我父亲不在了。他说你给他钱他也不会花，你不如给他买点东西。有时候跟他一起不是这些矛盾嘛，我就说自己买个车，我想回了我就回了，不用喊他了。买了吗？就是买车的时候我说明天去买车吧，他说车已经买回来了，在院子里面停着，咱们去看看。结果到院里他都说只说这个车，他说这个车就是我刚买的，你看看。我一看那么大一个车，那都不适合女的开。因为他的标准就是说10万呢，10几万的车。但是这个车是给谁开的？
问我开到点上了，的可能多问到点上了，问问他车是给谁开的。像我开的可能多一点。他就是因为他开的多的，所以他要买个他满意的。您胆子大的，如果换了我，借我一个胆我都不敢。这您带着妻子不知道哪来的胆子，我也不知道谁给的胆子。就是他的胆子从哪儿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钱从哪儿来的。钱我自己的嘛。你不交给老婆管钱？不，我们两个因为他是上班的。一会儿还说到钱上，我还说到这个钱上。上班的，我是娘家从来没掏过钱，我掏钱了还不愿意。这都是刚才说的这个回娘家，我们买车为啥我们要分开买个车？不是不愿意，也不是说我没有孝心。你就是不满意，你就在这爱面子，你就不想叫说你，就是给钱了不愿意。我跟你说，为这个回娘家这个事，我们也吵了好多次。有一次在车上，我差一点都打起来了。你等一下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。你不用解释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是这样的。我想听听他的解释。我就是想曝光，这次我就借这个机会，借这个平台曝光机会。好，来。年纪大了嘛，我们想着我自己的想法是啥了？就是他喜欢什么，你像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呀。他胃都不好了，你让他吃啥？您让他说完。岁数大了，你说能吃点啥东西？多买点东西，哎，这还有了买东西，宋女士，宋女士，你让他说完。宋女士，作为一个旁观者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老公，我晚上也出去喝酒去。那你再看看他身体情况。不，身体情况再不好，外头我能说话，我在家，我说一句完整的话都做不到。宋女士，您明白了吗？你让他讲完，让他讲完。就是他喜欢什么，你像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用的呀，都可以弄到位。但是你说给钱的话，他自己也花不了。您直接说实话嘛。当您老婆要拿钱的时候，你有说老婆我去买点吃的，你给妈送过去，不给钱了，你有说过吗？买东西的话，我从来没有说说买。你主动过没有？您为什么没有给岳母家买过一个礼物，送过一样东西呢？不是主动不主动，反正有些事情可能我经常忙着，我想不到，是吧？不是想不到，你一点拨到之后，你需要说买什么，我立马都去买。这又说了，你想到了，是不是？您每个月为什么不给妻子交一部分生活费呢？这一点吧，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常年这20多年了，这个习惯，因为您这习惯对吗？是有不妥的地方。哎，那您住院的时候，这钱谁掏啊？这费用都我自己。那你老婆要是住院了，这钱得谁掏啊？这还用考虑？您岳母生病的时候，你能掏吗？也没掏过，肯定没掏过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我就说我上班嘛，我有收入，他就是觉得我有收入，我有钱。他是不用。当您的丈夫买下20多万的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过他，这钱是借的还是你存的？没有，这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买的。你们家装修谁出钱啊？装修是他出的多，我也出了。包括买房子，买了几套房子，基本上大钱都是我出的。钱他都自己掌管，他会给您送礼物吗？没有，这个也跟大姐说的一样，没有。除了结婚谈恋爱之前买过衣服，后来就是买过袜子，别的没有了。我昨天还说他，我连一个别说金疙瘩了，铁石头疙瘩、铁疙瘩都没有见过。那咱们各个方面交代一下，咱还有多少钱吗？这个不太方便。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？因为您身体不好，您身体不好，自己又没有好的生活习惯，您就让老婆有一个担忧。这个担忧是：第一，她还能不能挣钱？他挣到的钱够不够裹住他的医疗费？我得为他贴多少？对呀，他是个体户呀，他老了有没有退休金呢？你说是不是？妻子，你知道老公现在还有多少钱吗？不知道，我也自己有收入呀，我花钱干啥？您是怕他问您有多少钱吗？也不是，我也不问，他也不问。我们之间就是说长期这个20多年的一直这个习惯。你们是邻居还是夫妻啊？我们现在那一天我都说我们就是过的就是搭档邻居。刚才他语言细节说了，他住的那个房间有卫生间，里头吐得一塌糊涂，俩人现在分房睡。对，现在就是这种情况。早就分房了是吧？就是从他去年动了手术吧。为什么分房？因为他动了手术之后，他还喝酒，喝夜晚生活习惯不好，为啥不让他抽烟？抽烟之后他吐痰呐、咳嗽啊。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就不看了，我管不了，我不看了。对呀，我就不管你了，你自己我有时候我都说了，喝死算了，我就是这种感觉。对。好，那么今天2位是谁要来的？我们孩子。
我们孩子，我们孩子说能我们孩报名子在大学，参加这个节目在上大学了。啊，说你们2个去参他加一下，说需要帮我们这个我们之间的矛盾点暴露一下，这些细节啊，这些恩怨呐什么的，再捋一下。我们所以女儿都知道父母关系已经糟的不能再糟了。也不是说糟的不能太糟了，也他就是感觉我们之间有问题。那你们2位觉得有问题没有呢？我觉得有问题。那您期待的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希望他就是说以后回娘家了，你不出钱不拿东西算了，你不要再说我拿的东西多了，拿的花钱多了，大男子主义也改一改，然后你这吸烟喝酒这些毛病你都改一改。因为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你在这糟蹋身体了。你糟蹋的结果，我们闺女都说了，是给他闺女找负担找麻烦，也是给你妻子找负担找麻烦。你说你病了，别人谁来照顾你？人家宋女士，我告诉您件事儿，上心照顾起来是麻烦的，要是不上心对付照顾他不麻烦。1个月1800块钱的事儿，找一个护工。然后还不是24小时那种，反正他那房间，他就算拉床上也臭不着您，咱们仁至义尽不就得了吗？哎，大哥，我问您这事儿你想没想过？我身边发生的真事儿，我认识一人，也喝酒，喝酒之后啊，有一天突然之间晕过去了，因为喝酒导致这个脑血管有问题嘛，然后糟了，自己没把钱放哪儿告诉老婆，自己好几张存折。有2张存折，不是忘了密码啊，他是忘了那存折在哪银行了，忘了那存折搁哪儿了。那存折里，好家伙，您留神，您千万别跟老婆说，您千万好好喝。有一天咱喝出这个脑血管万一有问题，这都可预期，然后咱也忘了，咱也忘了，千万别跟老婆说。宋女士的诉求已经听懂了。那现在张先生，您觉得您的婚姻还有什么可调整的呢？我的诉求就是说，看看就是说我妻子经常说着我这个感情生活上我有问题，我就是说想看到底我是不是有问题。之前妻子在家经常跟您抱怨的这些，您都是不认的，对吗？那抽烟呐、喝酒啊这些习惯不好，这个我是认。好，大男子主义认不认？有那么一点吧。我不能说就是说100%的就承认我大男子主义。不关心老婆，不爱老婆，认不认？不关心不爱这得不认。那你老婆选的电视墙你不装，你老婆想要的车你不买，你老婆这么多年没收过礼物，你用什么表达爱？老婆生日哪天？老婆生日这我知道是2月19。年年的有送礼物吗？没有。有做长寿面吗？有订生日蛋糕吗？有给她煎个荷包蛋吗？这些蛋糕之类的还有时间会有，但是我不能一次也没有过。不要说瞎话。啥礼物了，啥都没有，一次也没有过。那今年就是孩子小的时候，孩子会逼着说，我妈过生日了，3、8节了，让他给他说让他给我买个东西，都是那小东西。那也不能说没有，是不是？那没有，那不是孩子提醒你，孩子我们闺女不管怎么说，逼到你让你买，你不从来没有想。刚刚妻子说你们是高中同学谈恋爱在一起的您爱她什么？我妻子吧，这个聪明贤惠。那是结婚之前谈恋爱时候包括后期其实一直都这样。还有大局观，对，您还夸过他有大局观，聪明贤惠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大局观怎么解？这不也不是说大局，在我们这个家庭当中，就给你面子。对，好多情况是给面子。前提，那这个潜台词就是说，知道你自己知道是不对的，但是人家顾全你的面子。对。那你怎么爱他的？哎呀，这生活细节方面，这一点我是照顾的是那不光是细节，那咱不说细节了，想不起来是吧？那在钱上为什么提防他呀？这个钱上的我的，反正他不知道。然后咱们再说家庭方面，你带个张3李4回家，他都得给你们做饭他亲妈，你给做过饭吗？经常回去你要买东西，这到家里没有做过饭。买东西也是老婆买。好，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哈，咱这位哥哥，你愿意你女儿嫁一个像你这样的男人吗？可以，愿意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因为我从这个内心深处，不光是不爱老婆呀，还有好多地方能看出来，脸皮挺厚。
作为这个男人来说，我对他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细节的表达吧，但是从内心是，确实一点外心都没有。你连他亲妈都不管，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对他还怎么着啊？而且你连钱都提防着他，你作为一男人，你还怎么着啊？没有爱心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这就像一个你毛病一堆，唯独的就是还没有爱心。我要说的难听一点，可能没人要你啊。不是你没爱心，是外头没人想接盘你啊。然后你把自己没人接盘、被人嫌弃，看成自己的一个优点，而且仅存的优点还要让女儿也选择吗？您自己好好想想我刚刚的那个问题。我们来看看哥哥姐姐们对他们2个人的看法，好不好？你应该尊重你的老婆，什么事情应该好好商量。钱，因为是你们是一家庭，钱应该给你老婆。大姐，我问一下，现在觉得自家老公给自己80%，是不是心里跟开了花一样？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多问一句。是的，这比起来，我觉得我比我老公就对我好一点，我自己这感觉啊。宋女士，我觉得你的老公是一个坏人，他对妻子也不好，他对你的长辈也不好，反正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让我看来很明显的优点。就是大姐，你不要对他那么好，还说什么你去我的娘家，哎你不掏钱也就算了，你不干活也就算了，你怎么样？他应该做，不能算了。你什么时候都算了，什么时候都算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跟你讲，他就跟你算了。还有，您到底做了多少贡献，你对别人有多好，那才是你的面子。面子和里子是要一致的，否则你所谓的面子只是你一个人自己脸上写了2个字面子，没有人给你面子。你们2个人根本不是喝酒抽烟的问题，而是婚姻危机的问题。首先，作为丈夫，你什么事情都不告诉妻子，不但是自己的财务状况不告诉妻子，另外带个朋友到家喝酒也不告诉妻子。作为妻子，你对这样的生活嘴上在埋怨，但行为上你根本没有抗争。你自己也养成了习惯，你不告诉我财产，不告诉我经济收入，那我也不告诉你。我反正有稳定工作，我也有收入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是婚姻生活吗？你们2个人这样的一种状况，我难以想象还能维系多久。现在2个人是分房睡，接下来可能就要分开走了。所以2个人如果想好好过，我想从一件事情做起，那就是把钱先合在一起。做丈夫的今天可能面对我们大家，你说不便公开自己的现在有多少存款多少收入，但是你可以告知自己的妻子，因为她有法定的知情权，因为你们是合法夫妻，明白了没有？明白。老张，您今年50几？50了，你信不信？接着喝酒，有一天突然之间半身不遂，这都可想象的。到了那一天，左胳膊或者右胳膊，反正俩胳膊俩腿儿，总得有一个就是不太利索了，躺在那儿开始一抽蹦的时候，那时候除了光后悔我为什么要酗酒，那时候你还得想，口水流了没人擦，你女儿为什么要替你们夫妻俩报名来爱情保卫战？宋女士，你猜你女儿有没有这意思？有些话我不能说，但我都上大学了，我是新时代的新女性，我都明白。我希望我的妈妈做出一个属于她自己的清醒的决定，但是有些事儿我不能说。我替我父亲母亲报个名，我妈太苦了。哎，宋女士，你觉得咱们闺女有没有这想法？有。行，您这一句话就行。张大哥，咱到这个人生阶段，得替自己想想后路了吧？对。你到底有多少钱啊？甭跟我说，反正是你得跟他说。哪天一杯酒下去，脑袋里嘣的一声，我告诉你，你不一定想得起来每笔钱在哪儿。以前他还管你别喝酒了，现在他还在乎吗？院门留着，您自己住一屋，你爱在房间里抽烟，熏得满屋子烟味儿，随便你。你以为他还像以前那么在乎你吗？人心会冷。所以张大哥，接下来何去何从，您心里考虑。
啊，我讲完了。其实，在一段关系里面出现问题，双方都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。丈夫的问题都摆在明面上，妻子为什么会到现在这种状态？20多年了都是如此。你核心的犯了一个错误，没有要求，一味的迎合，我给你面子，下次你自己自觉点能改。啊，我不让你出去喝酒、抽烟，你不听，那我只能咱俩就分屋睡。当他对你的母亲不敬的时候，你做了什么？你一味的退让，久而久之，这种状态就形成了，你们俩就没有交集了，没有沟通了。现在你对他的爱基本就是放弃了，行了，你就在哪屋自生自灭吧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对吗？所以这个家是名存实亡。老公啊，你自己太知道，除了他以外，没有人看得上你。事业成功吗？绝对不成功。你的性格好吗？绝对没有人认可。别以为整天出去喝酒有人陪，但那些都是酒肉朋友，没有什么交心的。真正交心的、为你好的人，能看你出了这么大的病还让你喝呢，还给你抽呢？谁关心你？就是身边的人。可是你不在意他呀，你只注重你在外面的面子，随意带着朋友就来让自己的老婆忙活。所以啊，你不是坏，你是傻。谁对你好，你应该靠谁，你不知道。你都50好几了，还真不明辨是非。你只能给自己再挖一条不归路。今天开始我说那一对夫妻里头的姐姐是没苦硬吃，但是您其实才是没苦硬吃。您的这个苦啊，是日子已经过成这个样子了，我靠自己宠爱自己一点，就像我给自己吃颗巧克力一样，吃完了我再一头扎进我的黄连水里活。你应该在你的丈夫不陪你去看父母和不买东西的时候，就直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，而不是给他再来一个至少也说过不对了，他也不听啊。我说过他如果说说了不对了，你纠正了，你这个纠正态度更明确一些，就是要么你跟我一起回东西你买好，要么这个事儿我们就直接摊开了说，日子可以不过的。你没有。你选择的叫做我后退，我后退到丈夫我不要求你做这个了，至少你别阻止我，至少你阻止我的时候别唠叨。对，你自己把自己的人生撅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口，都来自于你的往后撤一步，往后又撤一步。眼下的你想破局其实就是离婚啊，因为你已经很清楚丈夫对你毫无用处。前一阵儿他有用，叫做共同带娃。我们不管从小学到初中还是到高中，一起要把这个娃供到大学。一个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男人，可能可以替我接个送，可能可以寒假暑假的时候能够管孩子一点，我出差的时候他能顶上。所以丈夫过去还有用，随着孩子上了大学，你认为丈夫越发没用了。丈夫的越发无用还体现在身体也不如以前。现在你宁可不知道他有多少钱，因为省得将来在他的医药费上担责任。你自己心里头早已经有了凉薄的打算，就是我想撇清关系。我那么多诅咒其实是真的，我说你不如喝死算了，我心里是真这么想的，否则我不会在明明知道他可能半夜又会住院又会发生意外的情况下，我让他自己睡。老来伴儿的意义是什么？不就是我在你身边，我呼吸万一促停了，我夜里起夜上厕所摔倒了，我老伴儿能及时给我打个120吗？你女儿，你认为她真的是只想救妈妈吗？她还想救她爸一条命呢。今天你们俩来到这里来，谁都别说是一个人施虐给另一个人的，你们两个用了不同的方法相互折磨。今天必须得思考一下，你是希望你的丈夫早一点走，还是希望你早一点从婚姻里走，还是希望你们两个人借女儿把你们送到这个舞台上，手拉手重新协议出属于自己的方法，一起走。请回到门后。我要是老张，到门后头就把有多少钱全跟老婆说。对，
那么我们现在预测一下吧，咱第一对儿会不会？肯定了。我刚才发现两个人坐在这里的时候，眼神的交流已经完全改变了。看对方的这一种感觉也改变了，肯定会出来了。那是，尤其是第二组一对比，更觉得自己的日子其实比蜜甜，是吧？咱其实就没有啥悬念了，请开门。有请。您看，退休了就一定要手拉手、手牵手。那抱抱吧，属于二位的浪漫时光。其实啊，很多好的风景未必需要花费很多钱。对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云 APP、天津 FTV 网络电视、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。其实今天帮助咱哥哥姐姐的最多的，应该不是我们，应该就是刚刚那对夫妻。应该是老张，应该是老张。好，那我们打开第二扇门。啊，没了。有，没拉手是吧？没拉手，拉了。我说完没拉才拉上的，后着吧，抓在手里，要把密码也攥在手里。他做了什么使您愿意出来的呀？承认错误了。啊，是不是他不承认错误，您就不准备出来？对，他承认了啥？这就是要求。承认了以后要好好表现。哦，哎，那个多少钱告诉你了吗？大致说了一声。哎呦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这个效果很好，他的好多错误他自己都意识到了。要谢谢你女儿，谢谢主持人，谢谢这么多主持人，谢谢您，属于你们二位的浪漫时刻，谢谢，抱抱吧。那就把拉着的手紧紧握着，咱接下来的日子里头也不要再松开了。祝二位幸福，谢谢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，让我们下期《爱情保卫战》再见。